能量构成了宇宙的基础，是一切存在的基础。所有生命都依赖它生存和和谐共处。能量本身并无善恶、好坏或正负之分，它的变化取决于承载它的个体。尽管宇宙中存在着阴阳的对立，但它们也相互融合，维持着宇宙的持续发展。世间万物，包括人类，都是由能量构成的。人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集合体，其能量不断变化。想象一下，如果有一种仪器能够测量万物的能量，我们就能看到街上每个人的生命能量值都在波动。人的能量时刻在变化，这些变化与人的内心状态紧密相关。当人心态积极、频率高时，能量值会迅速提升；反之，当心态消极、频率低时，能量值则会迅速下降。人的生命能量就在这一念之间波动，不断转换。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能量源源不断，而能量增长最快的方式就是释放能量。当我们内在的能量得到释放时，新生的能量就会更加强大。在能量释放之前，我们需要先接收更高层次的能量，通过学习、成长，打破旧有的认知局限，我们能够连接到更丰富的能量。通过完善内在的智慧和爱，我们的能量将变得更加丰盛，从而能够给予更多。在激活和释放内在能量的关键过程中，有2个重要的方面需要我们突破：一是成为榜样，2是进行分享。要成为榜样，我们必须确保自己内在拥有能量。只有当我们的内在是丰盛的，我们才能真正的给予他人。如果我们的内在是匮乏的，充满情绪问题，那么我们无法传递任何积极的能量。我们身边通常有2种人，一种人似乎永远充满活力，精力充沛，而另一种人看起来无精打采，萎靡不振。这2种人的区别在于他们自身生命能量的多少。我们眼睛所见的物质实际上是由极小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以不同的频率高速振动，形成了能量场。不同的物质实际上是不同振动频率的能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些人总是充满活力和激情，他们的言行举止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与他们在一起，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快乐。而有些人则总是消极、沮丧、懒惰，与他们在一起，人们会感到压抑和不快乐。有些人散发出喜悦和爱的能量，就像盛开的花朵，给接近他们的人带来愉悦。而有些人则充满冷漠、自私和怀疑的能量，这种能量可能会让人望而却步。对于人的能量场来说，我们可以将能量分为2大类：负能量和正能量。那些让我们感到消极、自卑、沮丧、丧失斗志的能量，是极其糟糕的负能量。一个人如果生命以负能量的状态存在，他的生活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糟糕。能量的高低与人的心态紧密相关。当一个人心情好，感到喜悦、开
开心和自在时，他的生命能量处于高位状态，这会改变他的生命能量场，吸引来好的人事物，使他的运势和气场越来越好，越来越强。人们常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这是因为当一个人心情好时，他就达到了与内在心之本乐同频的状态，这是一种灵性的生命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会感受到更多的喜悦和爱，这些积极的情感会被连接和激发，推动生命和命运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使能量更加高涨。心体本乐是这个世界生命的本质，它让我们充满热情和信心，永远乐观、积极、阳光、自信，展现出无穷的魅力。这就是美好的正能量。如果我们能有意识地让自己持续处于正面的能量场中，那么成功和幸福就近在咫尺。不同的能量之所以会导致生命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是因为能量具有吸引性和传染性两大特性。吸引性指的是相同振动频率的能量会互相吸引，引起共振。负能量往往吸引坏事，而正能量吸引好事。此外，能量还具有传染性，长时间与某种能量的人在一起，我们就会感染他们的能量。这就是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然而，人们为什么很多时候并不是处于喜悦和开心的状态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认知和视角被限制住了，陷入了某一维度。例如，当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遇到问题之时，我们可能会陷入问题和痛苦中，这时就陷入了低频负面的维度。但事情的出现并不只有一个面向，就像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能量高的人看到的是事情出现时的机遇和好处，或从中可以学到些什么，而能量低的人看到的却是事情的不好的方面。因此，事情的好坏并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我们自己的心，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维度和视角来看待这一切。我们是否能跳出人性的思维限制，跳出固有的视角，看到不同的维度，看到事情中更多好的面相。如果我们向自己、他人和世界传递负面能量，这些能量首先会回馈给我们自己，导致我们生活中的负能量灾难性增长。相反，如果我们真诚地传递爱和感恩的能量，首先受益的也是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将越来越好，幸福、成功和喜悦将永远伴随我们。第二点，对于负能量，不要抵制，只能转化。能量原理中的一个重要法则是，我们抵制的东西，是我们害怕的东西，我们试图消除的东西，往往会持续存在，因为我们关注的东西，无论是害怕还是恐惧，都是在给予它们能量。因此，我们抵制的东西往往会持续存在，并且它们的能量会越来越强大。第三，管理好语言视听和生活环境。
我们的语言是一种频度极高的能量。当我们祝福别人时，实际上自己也在被祝福；当我们咒骂别人时，自己也在被咒骂。我们攻击别人，实际上等于是在自我攻击。我们攻击别人多少次，就相当于自我攻击多少次，因为我们是最忠于自己感受的人。第四，分享带来更多美好能量。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奉献和给予的越多，帮助的人越多，我们的生命就越有价值，我们的正能量就会越强。当我们致力于付出，立足于己，立足于世，也就是生命凋谢的开始。第五，爱与感恩创造世间最大的正能量。感恩能穿越时空，改变我们的过去；感恩塑造喜悦，彰显我们的现在；感恩梦想成真，创造我们的未来。懂得感恩的人，心中必有爱，有爱的人才会对生活充满期待，有期待就会去追求幸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寻找并获得正能量。所谓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这里的余香实际上就是一种正能量的体现。抱怨命运的人往往会被忽视，陷入自我怜悯的困境，因为他们生命中缺乏正能量。因此，一个人若想激活并释放内在能量，首先要成为榜样。因为在激励他人取得成功之前，人们会观察我们自己的生活状态。如果我们还没有达到他人期望的样子，那说明我们激励他人的能力还不够，我们内在还有待提升，外在表现也尚未完全显现，这需要我们不断精进，同步提升内在成长和外在输出。在生命的早期阶段，我们首先要成为榜样，活出内在的真实自我，这样我们才能拥有更深厚的能量底蕴，支撑他人走向成功。在激活和释放内在能量的关键过程中，第二个需要突破的方面是分享。一个人自我成功和突破，以及各种精进修为所带来的能量，如果仅限于个人小圈子的输出，影响力还是有限的。只有通过大型平台或特殊方式进行广泛传播，分享自己的感悟、体验和行动方法，才能触及更多生命，激发更多的能量。这样的分享不仅能让他人受益，也会让自己获得更多的能量反馈和连接。尤其是对于修行人来说，有了深刻的体会后，更应进行广泛的分享。当前世界需要更多的正能量，需要那些已有深刻体会的人们进行更广泛的分享，以净化世界，净化人心。通过自己的传播，让世界因自己的改变而影响更多人一起改变。通过自己的生命成长，激励更多生命一起成长和突破。当我们给予时，就开启了能量循环回路。无论是自然界还是意识层面，都遵循着给予与获得的能量流动法则。我们时刻与宇宙进行能量交换，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我们得到的
并非无缘无故。无论是顺境还是困境，丰盛还是匮乏，都是通过能量交换的形式到来的。许多人在陷入困境时，会感叹命运的不公，认为自己的遭遇来自外部或上天的惩罚。然而真相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们过去给予的结果，它们以另一种能量形态回流了。这是生命能量的一种新陈代谢，就像所有生命体都有的特征，新陈代谢一样，我们因之成为生命体。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种能量交换，而宇宙中的能量交换时刻都在发生，无人能够阻止。当一种事物消失时，其实是能量转移到了别处，或回到了无限的流动之中。当一种新事物诞生时，同样是能量显化的结果，而这股能量最终还会离去。宇宙确认我们的身份是通过我们所能给予的东西，我们不可能给出我们没有的，也不可能给出我们所不是的。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处在呼吸之中，这就是能量交换。万物非欲生而不得不生，非欲死而不得不死。万物的生灭变化，其实就是能量的来回流动。你付出了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你今天所得到的，就是你曾经所付出的。你在不停地给予，同时也在不停地等待。你不得不给予，因为给予和得到是同一个能量回路。当你给予的同时，就注定了要得到什么。当你再次给予，就是在建立能量流通回路。因此，当你给出知识时，能量已经发生了流动，同频率的能量或相应的能量才会发生交换关系。简单来说，你付出什么品质的能量，就会得到什么样品质的显化。如果你想变得富有，你必须首先给予能够吸引财富的能量。一个吝啬给予的人，最终会遭受匮乏，这叫失守同体。谁付出谁得到，谁给予谁回流。我们看似独立的个体，其实只是一个角色。我们以角色的身份与宇宙万物发生着紧密的联系，而我们的本来身份是一体。宇宙万物是我们本来身份的无限分身，它们都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你所有的给予，本质上都是给予了自己。给出与得到的对立消失了，只有能量的流动。从表面上看，你给出的可能是食物，但实际上，你给出的仍然是一种能量。给出的同时，能量就发生了转移。能量交换的根本意义在于，它维持了宇宙间能量的平衡与和谐。那么，宇宙万物为什么要进行能量交换？不进行能量交换不行吗？这就如同在问生命体为什么有新陈代谢，我们为什么要有呼吸？不进行能量交换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物质和生物体的存在都需要能量，没有能量的支持，它们都不可能呈现出来。许多看似非常稳定的事物，其实在不断地发生着能量的流失，
它只有通过能量的流入，才能维持能量的平衡，或者说维持它的稳定存在。这就是所谓的熵增原理。万物都受到无常法则的支配，处在不断的能量交换之中。在万物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发生的能量交换，这其实是宇宙在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体不分的，没有任何个体能够不进行能量交换而独立存在。大自然也遵循着给予与获得的能量流动法则。花朵在盛开时给出芬芳，吸引了蜜蜂和蝴蝶来采蜜。在这个过程中，花朵得到了授粉，才能结出果实。花朵无法不给予，也无法不获得。动物通过呼吸释放二氧化碳，而植物需要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同时释放氧气，动物才能完成完整的呼吸。动物无法不释放二氧化碳，植物无法不释放氧气。现在我们已经明白，除了能量之外别无他物，所有的给予都是给自己，在分享中激发他人的成长，实际上是在激发自己内在的成长与晋级。这也是自己内在能量激活与释放的重要关卡与媒介。我们人类是幸运的，我们是地球上唯一能够完成自我转化或主动转化的物种。虽然我们不得不给予，不得不获得，但我们拥有一定的自由意志。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给予来完成能量交换，那就是关注自己的起心动念。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在构造能量回路，我们的一言一行背后，其实都是念头在驱动。所有的念头都是特定频率的能量波，根据同频相应的规则，我们发出的这种特定频率的能量波，会感召同频的能量波来到我们身边。例如，如果你习惯于评判他人，那么你发出的所有评判最终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在与宇宙进行能量交换，你是这些念头的第一承受者，也是唯一的承受者。正如古语所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必须首先给予，然后才能得到。当你给予时，就启动了能量循环回路。你给出的东西，在特定的时候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这个特定的时候就是因缘具足的时候。如果你想改变你所拥有的东西，那么你就必须改变你所给出的东西。你给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这是能量流动的对称。高品质能量的给出会得到高品质的能量显化，低品质能量的给出会得到低品质的能量显化。那么，如何用能量交换原理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呢？我们都是能量交换的参与者，而且是无意识的参与。当意识状态混乱时，就会导致混乱的人生。既然我们无法阻止能量交换，为什么不有意识地运用能量交换原理呢？通过特定的给予，我们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主导自己的命运。根据施受同体原理，我们知道谁给出谁得到，给出什么回流什么。要想改变我们所拥有的，
必须改变我们所给出的。给出是原因，获得是结果。然而，大多数人并没有在原因层面思考，而是着眼于结果层面。当结果出现时，他们试图改变既定的结果，这往往会徒劳无功，因为事情的结局在你给出的时候已经注定了。你只能改变结果的表现形式，但无法改变结果本身。我们必须在给出的源头下手。能量交换原理的初级应用是物质层面的交换。例如，你想拥有更多的财富，就多付出财富；你想获得更好的人缘，就去多帮助别人；你想获得更高的智慧，就多分享知识。但是物质层面的能量交换不一定是等价的，低维能量总是被高维能量所吸收，甚至被清理掉。当你给出的能量比较低频时，可能就会被高频能量所吸收，你投出的钱可能会打水漂，你生产的产品可能会无人问津。物质能量的维度较低，它常常被高维意识能量所调制，因此你的发心非常重要。你的发心决定了你给出的物质能量的品质。如果你不情愿去付出财富，那么你付出的财富很可能会付诸东流。你不情愿去帮助别人，而强迫自己去帮助别人，别人也常常不会领情。你心中根本就没有爱，假装自己有爱心，终会招人厌恶。能量交换原理的高级应用是信念，即意识层面的能量交换。意识能量的维度比物质能量的维度高许多倍，它能够直通我们的圆满自信，贯穿宇宙的各个角落和层次。我们给出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念头，因为我们觉得念头是免费的，但其实念头就是能量波，它是意识能量，比任何物质能量都要强大。只有意识能量才能驾驭和操控物质能量。我们每一个发心都是在向宇宙发射能量波，而宇宙必然会做出回应。谁发心，谁承受结果。什么样的发心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在这个层次上，已经不是能量交换了，而是能量的创造显化。这是一种意识能量的创造活动。因为当我们发心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特定的能量输出对象，我们把能量输入到了整个宇宙之中，我们与整个宇宙发生了能量交换。你的发心不会改变别人，只会改变自己。你恶意的发心只会让自己招致恶果，你的善意发心也会带来善的结果。你想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取决于你的发心是否真诚。你真心给予出什么，代表着你有什么。这是一种确认动作，向宇宙确认你的本来属性。你能真心给予财富，那代表着你拥有财富。这时再向宇宙确认你是丰盛的。如果你能够更多地展现自己的爱心，敞开自己的心灵，那么你必然能够得到更大的幸福和自由。最后要说的是，能量无法被你留住。如果你强行挽留能量，实际上就是阻碍了能量的自由流动。在能量的层面上讲，
情绪甚至身体的非健康状态，都是能量被拥堵而导致的。当能量恢复自由流动的时候，它们会自然地消失。所以说，你不可能拥有任何东西，更不可能留住任何东西，它们只是暂时流经你。你试图通过做出某些行为而留住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奏效。所有被显化的能量最终将会瓦解，恢复到无限的自由流动之中。无时无刻的能量运动才是不变的。你想得到什么，必须通过给予的方式取得，你不可能凭空索取，你必须首先给出，然后才能得到。真正的正能量使你活成了光源，不是我告诉你你是最好的，你是最棒的，而是你活出了一个光源。只要接近你，就是接近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能温暖到别人，都能照亮别人，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当你身上活出很多负能量的时候，不管你说多少正能量的话，都是打折的。坦率地讲，活得很不幸福的人，真的能给别人的幸福带来什么有用的建议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让自己活出真正的自信，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喜欢自己。这时候你会散发出一种感染力，这一份感染力才是一种真正的正能量。不在乎你说了什么，你的存在本身就有一种光明。一个人热爱自己，就一定会热爱生活。有人曾经说过，当一个人对镜子微笑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在对全世界微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当你对自己感到满意时，你会对生活的这个世界感到满意。因为正是这个世界塑造了让你感到满意的自己。一个人如果喜欢自己，就会喜欢这个世界和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所有的厌世情绪，其实都源于对自己的不满。你不喜欢这个世界，不喜欢你的生活，深挖下去，都是因为你不喜欢现在的自己。所以，所有的自爱都会带来对生活的热爱，所有的厌世情绪，追根溯源都是对自己的厌倦。时刻对生活保持好奇心，能量就不会枯竭。小孩子总是充满强烈的好奇心，因为他们对生活没有企图，没有目的，毫不功利。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快乐的孩子，却很少看到无忧无虑、开怀大笑的大人。孩子们和大人的真正不同在于，世界对孩子们来说是灵感能量的源泉，而对大人们来说则是谋生的渠道。世界对孩子们来说是充满趣味的，而对大人们来说则是有用的。爱与好奇心创造了世间最大的正能量。爱能穿越时空，改变我们的过去，塑造喜悦，彰显我们的现在，梦想成真，创造我们的未来。生命能量源源不断的秘密在于，当你充满欢喜心、慈悲心、包容心时，时空的能量会源源不断地流入你的身体。当你打开智慧之门，法喜充满时，你获得的能量将超乎你的想象。
当一个人真正发出一个大的善愿后，他会在瞬间得到无限的能量。我们应努力创造一个充满祥和的能量场。很久以前，有些德高望重的老中医，他们怀有菩萨般的心肠，他们的病人即使不用吃药，病也能好转3分。这是因为这些医生营造了一个充满祥和之气的能量场，让病人感到心情舒畅。心情舒畅自然有助于疾病的退去。而如今，许多医生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增加自己的回扣，而不是如何减轻病人的痛苦。这就是现代人看病难的一个原因。善念能感召健康和吉祥，恶念则会招致疾病和灾难。这并非迷信，而是科学。生命的整个过程就是能量的获取与释放过程。除了从饮食中获取能量外，我们还需要从虚空中获取能量。冥想是获得宇宙能量的最佳选择。不论练习多长时间，只要坚持，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冥想功力越深厚，获得的平静和能量越多，越稳定。获取能量的关键在于虚静。道家修炼的最高层次就是虚极静笃。在这种状态下，天地能量可以随时被吸收。首先，你需要静下来。静下来意味着开始减少能量的消耗，才能开始从宇宙中吸收能量。你能够吸收到的能量类型取决于你的内心。你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就会感召到什么样的能量。这就是同气相求，物以类聚的道理。智慧也是一种高级的、看不见的能量。一个人能力的大小，关键在于他的智慧。伟人之所以有强大的号召力，能够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内心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他们的心念一动，就能调动大量能量来帮助他们完成事业。智慧能量的来源需要我们通过虚静来从宇宙中吸收。一个静不下来、虚不下来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大智慧的。一个人的能量大小与他的心量成正比，心量越大，吸取的能量就越大，能量越大，能力就越强。我们的身体中也存在能量的传递通道，血管是血液传递的通道，经络是能量传递的通道，神经是信息传递的通道。经络不通，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内心有障碍。内心有一处不通，身体就会对应有一条经络堵塞。心是掌管信息的，而信息和能量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能量通道堵塞了，首先要从心来调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曾经说过，每个人的痛苦都与内心的罪恶相对应，内心的罪恶不除，痛苦就不可能解除。堵塞我们清净内心的罪魁祸首是怨恨、恼怒、烦闷、贪婪、嗔恨、痴迷和傲慢。因此要解除身体的痛苦，首先就要保持一颗无私无欲的清净心。一个人如果学会并尝试关注美好、分享、感恩、奉献爱心，让自己生活在阳光和笑语中，
生命自然就会充满无穷无尽的正能量。这就是激活你内在强大能量的方法。学会了这个，那么你知道怎么让自己的能量与宇宙的能量同频吗？如果你想知道，那么就继续往下看吧。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充满潜力，却无法充分发挥？为什么我们不能活出内在的丰盛喜悦和外在的富足状态？这些问题你是否也曾深思？你可能听说过，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注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努力去实现命运的最高上限。乞丐中也有不同的层次，厉害的乞丐通过投资也能年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你现在的状态是否已经超越了那些厉害的乞丐？你可能为了更好的成功，努力告诉自己要努力，保持学习和自律，参加各种技能和商业课程。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让你达到理想中的状态。问题出在哪里？在我看来，问题在于你忽视了内在的宝藏，却不断向外寻求。你的内在是一座金山，可以创造一切你想要的奇迹。你只需要在内在上稍作努力，就能获得远远超过你向外寻求的总和。想象你自己是一个投影仪，如果你想改变你的人生大戏，那么就改变内部的投影源。你的生活状态就是你的内在投影，内在是投影源，外在是投影像。改变投影源，投影像也会随之改变。阻碍我们成功，限制我们潜能发挥，不能全面绽放的原因，是我们的内在投影源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包括许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是我们内在的无意识未被关照的限制性信念和低频能量振动状态。无意识未被关照的信念和能量，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或认为理所当然的，它们左右我们，限制我们，阻碍我们。限制性信念和低频能量振动状态，简单来说，就是与宇宙法则不一致的个人妄念和能量。这些信念和能量要么让我们处于控制者模式，要么让我们处于受害者模式。控制者模式下，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野心勃勃，私欲强烈，目标宏大，想要得到很多。我们善于算计、竞争，喜欢炫耀、证明自己，这会消耗我们的能量，阻碍我们吸引机会、链接人脉、体验丰富的生活。受害者模式下，我们自卑、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不配，经常悔恨过去，担忧未来，抑郁、抱怨，觉得无能为力。这也会消耗我们的能量，阻碍我们的成长。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努力改变。如何改变？从宇宙的视角出发，理解宇宙法则，保持好奇心、觉知、奉献和品质。保持好奇心，体验生活的每一刻，保持觉知，观察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保持奉献，为众生利益而努力，保持品质，全力以赴地做好每一件事，
感谢你耐心看完这段视频。如果你与智慧有缘，一定会立刻顿悟，开启新的生命旅程。